我天生六指，被父母视为不祥，却被京圈太子爷宠上天。但是我却用1个月策划了一场蚂蚁搬家。他提前发现，我便用我亲自雕刻的木雕戒指和他求婚。直到最后一天，他的白月光回来了，我知道我输了，于是我亲自砸碎戒指，离开了这座城市。3年后，他看到我怀里的小六指疯了。亲情长相守，真情在人间。大家好，我是秋兰，欢迎观看《真情人间》。我和裴艺轩恋爱3周年纪念日当天，我在工作室打磨木雕戒指时，妹妹的好友，一个极度厌恶我的人，给我发了一段视频。机场里，女生兴奋地扑进男生怀里，男生紧紧地护住女生，生怕她跌倒，像是对待一件珍宝。而男生满眼都是失而复得的喜悦。那正是我的男朋友裴艺轩和我的双胞胎妹妹任心妍。我知道这次我赌输了，所有人都知道我是被裴艺轩捧在手心娇宠的女朋友。我们在一起3年，他从来不让其他女人近身，他总说有我就够了，我也这样认为。直到1个月前，我去接和朋友聚会醉酒的裴艺轩，就在我推开门之前，我听到了他朋友问裴艺轩：“我女朋友老是拿你当正面教材，说你专一又深情。3年来身边就只有任意这个女朋友，让我们多学学。专一是好事，但是阿轩，你不觉得任意他天生六指很畸形吗？难道你一点都不介意？”我以为裴艺轩会反驳，因为他是我这辈子遇到的唯一一个不把我当怪胎，从来没有用异样的眼光看过我的人。但是他下面的话却打破我的自以为是。怎么可能不介意？每次和他亲热时，我只会对着他的背，生怕他兴奋时抓到我的身体，不然身上多出一根手指，多恶心多膈应啊！熟悉的声音中带着一些陌生的讥讽。随着他话语落下，我脸上的血色尽数褪去，不敢置信我朝夕相处了3年的男朋友会说出这么伤人的话。毕竟当初有人嫌弃我六指，觉得我不祥、恶心，他都会帮我出头，说我再正常不过了。不正常的是那些恶意重伤别人的人。是他变了，还是他一直都是这样想的？既然他嫌弃我的手指，为什么还要和我在一起？办公室里有人问裴艺轩，既然这样，为什么还不和我分手？因为他的背和妍妍一样迷人，如果不是他的背影和妍妍这么像，我都不会追他。每次亲热时看着他的背，我都会幻想妍妍还在我身边。我曾经问过裴艺轩为什么一直喜欢用背面，他说我的背很好看，灯光下就像艺术品，他很喜欢。无数次欢愉时，我都能感觉到他的视线，他的手在我的背上流连。原来他不是喜欢我背，而是喜欢和任心妍相似的背影。原来我始终是他的替身，真是可笑又可悲。我的眼泪一滴一滴地砸在我的畸形的右手上，沉浸在悲伤的情绪中。我跌跌撞撞地回到我们同居的家，回想在这屋子我们度过甜蜜的时光。我不甘心就这样放弃这段感情，于是我亲自策划了一场蚂蚁搬家，把家里属于我的东西一点一点拿走。为期1个月，如果裴艺轩能够提前发现，我就亲自雕刻一枚木雕戒指，在1个月后的3周年纪念日那天和他求婚。万万没想到，就差这一天，任心妍就回国了。视频里的裴艺轩看任心妍的眼神是那么深情，那么温柔，而我一点点从他生活里搬走的东西，就像一个笑话。任意，你趁虚而入，霸占了裴少3年，如今妍妍回来了，我劝你趁早离开，不要自取其辱。是啊，我明明知道自己就是一个替身，
为什么还想了一出所谓的蚂蚁搬家，自取其辱呢？看来这次我真的该选择放弃了。从我第一次见到裴逸轩开始，我就偷偷把他放进我的心里。裴逸轩喜欢任心妍，他们也在一起过，这不是什么秘密，所以我知道我们只能是点头之交，是不可能有交集的两个人。不料在大学毕业典礼那天，他当着全校师生的面捧着鲜花向我告白。当时处于震惊状态的我，完全没有留意到那是任心妍最喜欢的郁金香。毕竟在我心里，我一直悄悄仰望的裴逸轩是绝对不可能和我告白的。就在我拒绝之前，没想到他单膝跪地，捧起我的右手，在那根畸形的手指上落下一个吻，暖暖的，却烫进我的心窝。那时候我想，原来畸形的我也可以被人捧在手心。小易，和我在一起好吗？明明知道我们中间横着一个任心妍，但是我不受控制地点下了头。裴逸轩从此成为我的男朋友，可那时候我并不知道，他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表白，只是为了气台下和他分手的任心妍。想到这里，我的眼泪忍不住又往下掉。小易，你怎么不回我信息？裴逸轩推开工作室门，看到我满脸泪水，顿时慌张地上前抬手，想要帮我擦拭。我急忙胡乱地擦拭一番。这次我没有错过裴逸轩看到我用右手擦脸时一闪而过的厌恶，也注意到他停在半空中的手。果然，他很厌恶我的手。我内心嘲讽：我不是早就知道了吗？还在期待什么？小易，你这是怎么了？我压下内心的苦涩：没什么，有什么事吗？裴逸轩顿时喜悦道：妍妍她回国了，我们去帮她接风一下。你收拾收拾，妍妍在等你。她是怎么想到把新欢旧爱凑一起的？还是说从来就没有新欢？而且我和任心妍的关系不好，甚至可以说恶劣。我当初回到任家，他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什么泥腿子都能进我家大门。那是他第一次知道，原来他还有一个怪胎姐姐。从那之后，他就经常仗着父母的宠爱，对我冷嘲热讽的。3年前，他和富家公子闪婚之后，就常年居住在国外，我们也早就没了联系。他什么时候还学会等我呢？我有说过去吗？我打断沉浸在喜悦中的裴逸轩，还没等我说什么，一个熟悉的身影冲了进来。裴逸轩也急忙护住他，生怕他磕到碰到一样。他也顺势挽住裴逸轩的手，依靠着他。逸轩姐姐，你们怎么这么久？来人正是我的妹妹任心妍。3年过去了，但是她在裴逸轩心里的地位丝毫没有变过。一进来就吸引住裴逸轩的心，眼里再也容不下别人。我在心里苦笑。据说当初他们分手是因为任心妍嫌弃裴逸轩穷，但是我们在一起半年后，京圈豪门突然发现裴逸轩才是他们真正的儿子。从此，裴逸轩从穷小子摇身一变京圈太子爷。曾经还有人赌任心妍会不会后悔。我不知道任心妍后不后悔，但是直到现在我才知道，裴逸轩从来没有忘记，甚至为了缅怀那段感情，不惜忍受一个畸形的替身。看着眼前满心满眼都是任心妍的裴逸轩，我压下心里的苦涩。你们去吧。任心妍松开裴逸轩的手，委屈巴巴道：姐姐，我忘了现在逸轩是你男朋友，我不该抱他的，我是见到你们太高兴了，你不要生气好不好？裴逸轩下意识指责：任意，妍妍是你的妹妹，她在国外过得并不好，这时候正需要我们关心，你怎么这时候还在乱吃醋？所以任心妍在我就从小易变回任意了吗？在他面前，你连一点亲昵都不愿意给我吗？他有你就够了。我尽量保持平静。
我不想在这2个人面前暴露自己难过的情绪，低头拿起随便一个木雕，假装工作。妍妍，既然这样，我们就不用管他。裴逸轩温柔地对任心妍说完，转头看向我：“你不想去就随你。”随后揽着任心妍的肩膀，头也不回地离开。在他们背影彻底消失之前，我还是忍不住脱口而出：“裴逸轩，你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他顿时僵住，但是头也没回，声音含糊：“你先回去吧，晚点等我回来再说。”闻言，在他们面前强撑了这么久的眼泪再也压制不住。任意，他们给你取的名字果然没有取错。在父母眼里，你是随意可以抛弃的存在，在裴逸轩那里也一样。任意，你看清楚了吗？这就是你仰望了4年、相爱了3年的男人。你以为平等待你、爱你、救赎你的人，才是伤你最深的那一个。我第一次见到裴逸轩是在任心妍的升学宴上，那时候他还叫安逸轩。身着白色小礼服的她像公主一样被众人包围着。明明我也考上了大学，成绩还要比任心妍还要优秀一点，但是没有人关心我。毕竟我因为右手天生6指，一出生就被视为不祥的送到了乡下奶奶家。直到在我高考完，奶奶去世，我被接回了这个陌生的家。欢声笑语是别人的，我自己蜷缩在角落，落寞地看着这一切。听说吃点甜的会开心，一双骨骼分明的手将一块蛋糕递到我面前。少年虽然瘦削，身着洗得发白的衣服，但不卑不亢的站立，富丽堂皇的宴会厅也掩盖不住他的光彩。看着他淡淡的笑容，我鬼使神差用右手接过蛋糕，将自己的缺陷暴露在他的眼前。我明明可以变得和普通人一样，但是因为父母的不重视甚至嫌弃，因此错过了最佳手术时间。渐渐的也就习惯了别人异样的目光，但是裴逸轩的目光没有诧异，没有厌恶，很平静。从此裴逸轩走进我的心里。我在工作室望着虚空，沉浸在回忆里，不知道坐了多久，直到电话声响起。任意，裴少在酒吧和人喝醉打起来了，你快过来啊！裴少，你流血了。陌生的声音匆匆挂断电话。哪怕我已经决定放弃了，但是听到裴逸轩可能有危险，我不由慌张起来。来不及思考什么，就抓起手机往外跑。原来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凌晨，四周一辆车也没有，网约车也一直在排队。就在我不知道如何是好时，一辆车停在我面前，车窗降下，是一张熟悉又陌生的脸。任小姐，需要帮忙吗？是安逸林和裴逸轩调换人生的假少爷。据说当初真假少爷的事情曝光之后，大家觉得安逸林肯定不舍得太子爷这个身份和首屈一指的身家，肯定会把裴家搞得天翻地覆。但是万万没想到，他当即脱离裴家，改回安姓，独立门户，自己创业。如今他公司规模壮大，投资眼光独到，创下的身家虽然还是比不上裴家，但是已经是经世数一数二的了。此时众人反而叹息裴家押错宝。我和他原本并没有交集，但是身为裴逸轩的女朋友，我和他还是见过几面的。一想到裴逸轩可能会出事，我来不及顾及什么，只能麻烦他送我去。一路上我们一句话也没有交流，焦急的情绪掩盖住尴尬的氛围。下车后，匆忙道谢后，我就冲了进去。我以为的血腥场景没有出现，循着众人包围的方向望去，只见裴逸轩和任心妍在大家的围观下相对而立。逸轩，我错了，当初和你分手后，我就立刻后悔了。
但是那时候你已经和姐姐在一起了，我不能破坏你们的感情。出国之后，我每时每刻都在想你，哪怕我结婚了，但是想你的心不受控制。我不想再自欺欺人了，所以我离婚了。逸轩，你还要我吗？任心妍含情脉脉地向裴逸轩诉说着他的情意。我停下脚步，紧握着拳头，看着踌躇的裴逸轩。快说呀，裴逸轩，你要谁？妍妍，我现在有女朋友。拳头微松，我希冀地望着他。逸轩，你和姐姐在一起肯定是为了气我，你心里还是有我的，不然你上个月也不会在姐姐生日那天去听我的演奏会。我难以置信地看着裴逸轩。上个月我生日那天，原本打算带裴逸轩去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提前让裴逸轩把一整天的时间都空出来，他也答应了。结果前一天突然和我说临时出差要出国，我挽留过，但是他让我懂事点，说他为了在裴氏站稳脚跟，为了不让大家说他不如安艺林，已经很累了，不体贴他都算了，不要拖他后腿。为此我自责了很久，万万没想到我懂事换来的却是他在我生日当天去看前女友的钢琴演奏会。3年的感情终究是错付了。原来你都知道，每次开演奏会我最期待的就是能够在台下看到你。逸轩，我们明明都忘不了彼此，为什么不能回到过去呢？裴逸轩动容地望向任心妍，但是迟迟没有回复。算了，我知道你还恨我。任心妍转过身来擦拭眼泪。不，裴逸轩直接从后面抱住了任心妍，青筋直露，力气之大，仿佛要把任心妍嵌入他的身体一样。妍妍，求你不要再背对着我，我不想再每次都通过任意的背影想你了。逸轩，顿时两人在众人的欢呼声中激烈拥吻，我再也忍受不住，转头离开，掩面哭泣。既然男女主角都重归于好了，我这个他们感情里的工具人是时候功成身退了，真是讽刺。酒吧里不断有人被他们吸引，往这边来的人瞬间多了起来，不小心被人撞了一下，手机掉落，弯腰想要捡起手机，看着伸出的那只畸形的手，感到一阵无力的愤懑，左手顿时狠狠地捶打着右手。都怪你，从小爸妈就不要我，都怪你，裴逸轩甚至不愿意我碰他，都怪你，都怪你。好了，一只温暖的手拉起我的右手，细心的轻轻抚摸。任意，不是你的错，不要为了一个人渣从自己身上找错误。安艺林从小在豪门长大，冷酷的面容拒人于千里之外，全身散发着一种贵气，是和平易近人的裴逸轩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但是此时泪眼模糊中，我看到的安艺林眼里都是温柔，披着安艺林香气袭人的西装外套。我茫然地坐在他的车上，我怎么就乖乖跟他上车了呢？肯定是我被裴逸轩刺激过头了。车缓缓停在了工作室门口。安先生，今晚麻烦你了，谢谢。交还衣服后，直截了当地下了车。任意，你相信我的眼光吗？我不解。什么？大家都说我投资眼光犀利，看好的项目稳赚不赔。那我现在用我的眼光肯定地告诉你，你很好，裴逸轩配不上你。轰！还是第一次有人如此肯定我。和裴逸轩在一起之后，所有人都不看好我。在他回归豪门后，还有人开赌局赌裴逸轩什么时候甩了我。但是现在有人说是裴逸轩配不上我呀，那个人还是新晋投资之神。心里的火山顿时炸开，一时之间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只是面红耳赤地和他道谢后，匆匆逃回工作室。过了许久，我也冷静下来。安艺林可能是安慰我的，不管谁配不配，
我是再也不想和裴逸轩扯上关系。看着桌上我精心雕刻打磨好的戒指，看来是送不出去了，那也没有必要存在了。闭上双眼，深吸了几口气，毅然举起锤子，毅然砸下，顿时戒指四分五裂，就好像我们的感情一样。环顾一周，其实工作室已经没有多少东西了，而我和裴逸轩同居的家，我早早就开始蚂蚁搬家。那里属于我的东西早就已经没有了，但是他始终没有发现。做人要有始有终，我直接发消息和裴逸轩分手后，买了最近的高铁票，离开了京市。小易，你终于舍得回来了，我还以为你都不要我这个朋友了。热闹又淳朴的小乡镇里，陆小冉顶着一张可爱的脸蛋冲过来，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早在我产生了分手的念头后，我就决定回到奶奶生前所在的地方。陆小冉是我在这里唯一的朋友。我们考上大学之后各奔东西，已经许久没有联系。我这不就回来了吗？这次回来决定不走了，当然，不然我也不会麻烦你帮我重新装修老房子。1个月前知道裴逸轩真实想法后，我已经委托陆小冉帮我在老房子开辟一个工作间，作为我重新开始的第一步。陆小冉兴奋极了，原本还想拉着我说话，但是看到我脸上疲惫的脸色后告辞了。看着幡然一新的房子，我释然一笑。我本来就是不喜欢热闹的性子，也不习惯京市快节奏的生活。原本打算大学毕业就回来，但是没想到会和裴逸轩走到一起。我躺在床上，闻着被子散发出的阳光味，陷入沉睡。我是被不断响起的手机铃声吵醒的，睡眼惺忪地看着上面一串的未接来电和信息，十分茫然。裴逸轩的、爸爸妈妈的，竟然还有任心妍的。我点开信息，看到裴逸轩在我宣告分手下面一连串的消息。小易，我知道我错过我们的恋爱周年纪念日，我很抱歉，但是不至于分手啊。小易，妍妍这些年过得真的不容易，我不是故意忽视你的，你快点回一下我的消息。任意闹脾气也有个度，你能不能懂事点？分手就分手，有本事你一辈子都不要回来。看着裴逸轩逐渐暴躁的文字，我直接笑了。如果不是亲眼目睹他和任心妍在酒吧相互表白，我都要相信他真的爱我。到了这个地步都不分手，难不成他想坐拥其人之美？抛开对他的感情之后，才渐渐看清楚裴逸轩究竟是怎样的人渣。说实话，他对我有过感情这件事我是相信的，但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大概是从他回到裴家，见到了不同阶层形形色色的人后，越发的觉得我上不了台面，我的缺陷对他而言更是一个耻辱。他于是开始怀念起任心妍，那个在舞台上弹奏的钢琴闪闪发亮，和他在一起可以让别人艳羡的女孩。不过现在这些和我都没什么关系了，直接删除来黑。而任心妍则给我发了一张照片，她穿着我没带走的睡衣躺在我们的床上自拍。她说：谢谢你帮我守住裴逸轩身边的位置，不过现在物归原主喽。我嘲讽一笑，穿我的衣服睡我的床，他也不膈应的吗？如果是1个月前可能会刺激到我，但是经过1个月的时间，我已经看开许多了。拉黑过后，我没有回爸妈电话，而是直接把电话卡取出丢进垃圾桶。不用想，我也知道他们要说什么，无非就是知道我和裴逸轩分手之后过来质问我的。他们本来就厌恶我，我回来之后无论我怎么示好，他们也看不见，只会宠爱任心妍。甚至知道我和裴逸轩恋爱之后，直接嘲讽我整天惦记任心妍的东西。
谈恋爱也不会找个有权有势的人帮扶一下家里。但是裴逸轩身份曝光后，他们又笑脸盈盈地讨好我，说我有先见之明。这些年，裴逸轩明里暗里给了人家一些帮助，他们也愈发对我好，但是我也愈发对他们冷漠。毕竟他们爱的只有人心眼和钱。简单收拾了一下后，我出门往山上走去，是时候去拜祭一下奶奶了。奶奶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但是她会尽自己的可能对我好，在被人嘲笑欺负的时候挺身而出维护我。我喜欢木雕，也是因为奶奶的原因。奶奶后半辈子都在为我操劳，在我考上大学之后，奶奶身体一下子就垮了。临终前，她拉着我的手说：“我的小艺从小就过得太苦了，但都不是你的错，你也没必要讨好别人，你只要过得开开心心就好。要是哪天不开心了，你回来，奶奶永远都在看着你。”原本我打算生日那天带着我准备相守一生的人回来看奶奶，但是却被裴逸轩放鸽子了。不是幸亏没带，不然玷污的奶奶的墓碑了。我清理了一下环境，坐下来依偎着墓碑，就好像小时候依偎着奶奶一样。奶奶，我长大了，你教我的木雕现在很多人喜欢。奶奶，肯定是你在天之灵保佑我提前看清楚裴逸轩的真面目，不然就赔上下半辈子了。奶奶，我现在过得很好，你在天上还好吗？我喋喋不休地和奶奶说着这些年的经历，眼看就快到晚上，我起身和奶奶告别后，转身发现不远处有一个熟悉的身影依靠在树边，是安逸林。他怎么在这里？安先生，你怎么在这里？故地重游，刚好碰见你。故地，他以前在这里待过，但是他长相如此出众的人，我怎么没印象？我满头疑问地下山，安逸林在我身后不紧不慢地走着。既然他故地重游，为什么在树边等我？难不成天快黑了，他担心我？我摇了摇头，把这奇怪的想法甩出去。安先生，你以前在这里生活过？他不知道在回忆什么，原本冷峻的脸骤然变得温柔起来，像是冰山融化了一样。我以前被绑架，被带到这里，我的恩人是这里的人。安逸林竟然还有这种遭遇，果然豪门太子爷不好做。不过这故事怎么有一点熟悉？安先生，那天状态不好，没好好和你道谢。那天真的太感谢你了，那陪我喝一杯吧。我也不知道事情为什么发展成这样，早知道不嘴欠多感谢一句。此时我和安逸林原本几乎可以称得上是陌生人的两个人相对而坐，中间放着一堆啤酒，不知道说些什么。我们尴尬的一罐又一罐的喝，可能是酒情上头，我渐渐有了倾诉的欲望。或许压抑的太久，终于可以借着酒劲把一切不开心都发泄出来。那天你都看到了吧？明明是我陪了他这么多年，人心眼一回来，他就抛弃我了。我就这么差劲吗？爸妈也是，从小只喜欢人心眼。明明我只比他早出生几分钟而已，我比别人多出一根手指，又不是我的错，为什么每个人都嫌弃我？说着说着，我圈住脚，埋头痛哭。这时，一只修长的手在我的头上轻轻抚摸，像极了奶奶在时的样子。你没错，是他们有眼无珠，我们小艺这么好，是他们配不上。我抬起头，发现安逸林的脸渐渐和记忆中奶奶的脸重合。奶奶，你回来看我了吗？随后倒在对面宽大又温暖的怀抱里。我彻底睡过去之后，安逸林并没有把我放下一走了之，反而轻轻地调整姿势，力求让我睡得更温柔一点。他的手轻轻在我脸上流连，哭起来的样子还是和小时候一样。小艺，下次看清楚点，我可不是你奶奶，
第二天我头痛剧烈的醒来，会想到昨晚声嘶力竭的在安忆林面前哭，我就尴尬。安忆林已经不见踪影，桌上放着1人份的早餐，白粥和包子，很淳朴的早餐，但我很喜欢，因为这是我从小到大的标配，不是爸妈和裴逸轩为了迎合上流生活的咖啡三明治。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专心完成木雕订单，整个人沉淀下来。安忆林每隔几天就会回到这里，时不时找我约饭爬山散心，有时候也会2个人独处，各做各的事，一句话也没多说，但是却很安逸。在这样安逸的日子里，我已经很久没有想起裴逸轩和任家所有人。毕竟过着舒心的日子，就没必要想那些糟心的人和事。这样的次数多了，连陆小冉都眨巴着眼睛，一脸八卦地说：“他肯定喜欢你，怎么可能？他这样的天之骄子，怎么可能看得上我？我们就是2个世界的人，你别看低自己。我们小艺多好啊，安忆林喜欢就再正常不过了。”不然他为什么3天2头往这里跑？陆小冉说的次数多了，我也忍不住怀疑安忆林是不是喜欢我，还是为了从我这里套取裴逸轩的消息，故意接近我。但是不管怎样，我现在还没有重新开始一段新感情的想法。这天阳光明媚，安忆林一大早就约我去爬山。不料下山的时候，原本万里晴空，突然就开始乌云密布，湿哒哒的路很难走，稍一不注意就可能摔倒。突然一双骨骼分明、手指修长的手伸到我的面前，小艺拉着我，雨水把安忆林浑身浇湿，看起来有些狼狈，但是隔着雨幕我看着他担忧的眼神，我不自觉就把自己的手放了上去，我畸形的手和她漂亮的手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是她却没有一点厌恶和嫌弃，毫不避讳地牵起我往前走。看着我们交叠在一起的手，我一阵恍然，不由想起1年冬日，那时候裴逸轩还没有回到裴家，生活过得还很拮据。天气冷了，他买了1对手套。他说我们1人1只，就在我伸出左手时，他就先一步把手套套住我的右手，把他的畸形挡住，然后牵起我的左手放到口袋里。当时沉浸在甜蜜中，根本没有多想，也根本没注意到裴逸轩在帮我套手套时眼里的嫌弃，也可能是我看到了也自欺欺人罢了。思绪重新回到我和安忆林相握的手，安忆林真的不会嫌弃。回到温暖的房子里，我看着湿漉漉的安忆林，沉默不语。他察觉到的异样：“小艺，你怎么了？你不嫌弃我的手吗？为什么要嫌弃？”“是啊，为什么要嫌弃？爸妈和裴逸轩连为什么都直接跳过，直接嫌弃，到头来连句为什么都没有。真是讽刺。小艺，这不是你的问题。如果你实在介意，我可以帮你安排手术。但是在我看来，喜欢一个人与否，不应该被这种外在条件影响。”“喜欢？刚刚安忆林是说的喜欢？”我瞪大双眼，满眼不可置信。他似乎被我的反应逗笑了。“我不能喜欢你吗？你是为了接近我，从我这里套取裴逸轩的消息，重新回到裴家吗？我想留下来，当初就根本不会离开裴家。我接近你是因为我喜欢你。至于裴逸轩，他不配。难道他真的喜欢我？除了奶奶之外，还会有人真心喜欢我吗？”感受到相握处传来的温暖，此时此刻，我想再试一次。“小艺，我想看着你。我也想你看清楚我是谁。”我动容道：“我知道你是安忆林。”看着近在咫尺的脸，我不禁问道：“你为什么会喜欢我？记得我和你说过，我有个把我从绑匪手中救出来的恩人吗？”我点了点头。“那就是你。”“什么？”我十分震惊地撑起身。
我怎么不记得？当初我被绑匪绑架到这里，我趁他们松懈逃了出来，是你把我捡了回去，在等待父亲母亲来道歉。我在这里生活了一段时间，你和奶奶都对我很好。好景不长，有一天绑匪卷土重来，直接把我们2个都绑了。为了帮我争取时间，你被他们打倒撞到了头，醒过来的时候就把这件事忘了。我们怕你害怕，就没有告诉你。随着安忆林的话，我不禁想起来，小时候我曾经脑袋受伤，还缝针了。奶奶也只是告诉我摔倒碰到头。原来我和安忆林还有这种渊源，那就接近我，喜欢我是为了报恩。我狐疑地盯着他，他轻轻一笑，把我拢进怀里。报恩有很多种方式，可以给钱，可以给资源，但是我把自己给你了，你可要负责。好，转眼3年过去了，我也和安忆林结婚2年了，怀里的小宝也5个月大了。很不幸运，小宝生下来的时候也是6指。虽然这些年在安忆林的开导下，我不再抗拒我的手指，但是曾经我所遭受过的异样眼光，我不像小宝也经历，于是决定带小宝回京市动手术。此时安忆林正在和医生商量手术事宜，我带着小宝在花园里晒阳光。小忆，真的是你，你终于回来了。一个高大的身影突然冲出来，想要抱我，我吓得连连后退。定睛一看，原来是裴逸轩。3年不见，他看起来沧桑了好多。我记得安忆林说过，裴家的生意在走下坡路，现在远远比不上他的公司。小忆，这3年我一直在找你，你为什么不回来？我冷漠地说，我记得我们已经分手了。我不同意，小忆，当初是我错了，你回来好不好？他哀伤地看着我，仿佛是我做了什么伤害他的事一样。3年前，你从选择任心妍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再也没有关系。你不要提这个爱慕虚荣的女人。他愤懑道。他一看我生意不景气，就立马绑上一个老男人，为了钱甘愿做小的，竟然还有这种事。能让任心妍这么饥不择食，是老男人多有钱，还是裴逸轩公司多不景气？小忆，是我当初鬼迷心窍了，你原谅我好不好？说完，伸手想要拉住我，我躲避间惊动了刚入睡的小宝，他立马哇哇大哭起来。裴逸轩也才发现我怀里的孩子。小忆，你帮我生了一个孩子，我就知道你还喜欢我。他瞬间惊喜万分，我一脸嫌弃地看向他，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他脑子有坑？小宝才这么丁点大，我们也3年没见，他想的可真美。裴逸轩，我结婚了，小宝才5个月大，他可和你没关系。不可能，你在骗我。说完，他还想扒拉小宝，但是看到小宝挥舞起自己的小6指时，脸上的嫌弃挡也挡不住。他嫌弃我没关系，但是不能嫌弃我的宝贝。我们小宝又不是你的孩子，你嫌弃什么？任意，你告诉我那个奸夫是谁？是我。裴逸轩看到姗姗来迟的安忆林，十分震惊。安忆林接过小宝，熟练地哄了起来。小忆，安忆林不是好人，你被他骗了。裴逸轩恶狠狠地盯着安忆林，但是眼里却藏着一丝畏缩。曾经被接回裴家，他和安忆林的身份相换，他也看不上安忆林。如今安忆林公司规模比裴家还大，他不敢和安忆林作对。时间真的能改变一个人。当初在任心妍升学宴上满身傲骨、不卑不亢的裴逸轩，也变成看人下菜碟，真是可笑。滚！在安忆林冷淡的声音下，裴逸轩不敢造次离开了。接下来等待小宝手术的时间，不知道裴逸轩从哪里弄来了我的电话，整天电话短信不停地发，不管我拉黑多少个号码，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京市流传起一个流言，他们说我六指不是不祥，是有福气。和裴逸轩在一起时，裴家生意蒸蒸日上；和安意林在一起后，裴家走下坡路，安意林的公司反而跻身上层，说我旺夫。从那天开始，除了裴逸轩，连爸妈也开始找上门跟我拉关系。还听说任心妍天天被老男人家暴，但是爸妈为了钱反而不准她离婚。虽然我不喜欢任心妍，但是家暴这件事本来就是错。如果爸妈积极帮她离婚，我还会高看他们一样。到头来，我们只是他们为了圈钱的工具罢了。终于到了小宝动手术那天，裴逸轩不请自来。我无视裴逸轩嫉妒的目光，焦急地依偎在安意林怀里，他也不停地安慰我。终于等到小宝手术成功，我示意裴逸轩和我出来。为了自己安逸的生活，有些话还是得说清楚，和过去彻底一刀两断。裴逸轩，我说过很多次，我现在有新的生活了，你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小易，你和他在一起是不是为了气我？不然你为什么会看上他？我简直气笑了。你以为我和你一样渣吗？你自己忘记不了任心妍拿我当替身，你还好意思把这往我身上套？不是这样的，他急切地解释道。小易，我是喜欢你的。对任心妍，当初我只是报恩，又是报恩。我上初中的时候被校霸勒索，实在拿不出钱，被他们打得头破血流。但是一个女孩突然出现救了我。我没看清楚她的样子，但是我记得她的背影，就是任心妍，又是背影，好熟悉的故事。在科技馆附近的巷子，我突然开口：你怎么知道？猜的。当初学校老师带我们来京市竞赛，我闲逛的时候看到有人霸凌同学，立刻报警，并且还帮他包扎了一下伤口。现在看来，那个人是裴逸轩。到头来，我竟然是自己的替身，真是造化弄人。但是这也不是他伤害我的理由。现在让他知道，也只是徒增烦恼。我不管你们有什么往事，但是你亲口说嫌弃我的手，连亲热的时候都不愿意我碰你。裴逸轩脸色刷得苍白起来。你连这个也知道？但是我是有苦衷的，我只是要面子才在那些人面前胡说，这都不是我的真话。是不是真话，你自己知道。看着他无能狡辩的样子，真好笑。如果不是安意林陪我走出低谷，带我正视自己，我现在可能还在自怨自艾，永远不能释怀。多说无益，你走吧，不要再来了，不然你保不保得住公司还难说。在我的狠话下，他潸然离去。往前一步，感受着阳光的温暖，我释然一笑。突然一双手从后面圈住我，我在一个比阳光还温暖的怀抱里，转头吻上对方的唇。谢谢你的出现，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